一句話来概括強森，就是他自己说我是个妓女。苏杰老师已经带我们一起分享了现代主义三巨匠，那接下来承接三位大师的这位人物是谁呢？三巨匠大家大概知道说现代主义浪潮已经来到了人间了，有很多现代主義實踐啊，有很多那種白盒子啊，那種很簡單的，大家會興奮，少就是多啊。但其實再往前呢，大家造的東西都是有範式。你比如說學校、教堂啊、銀行啊，都會有個樣本。突然到現代主義，其實有一個根源的問題，就是在那個時段，建築類型產生了一些新的。你比如說工廠，機器化大生產才有工廠嘛，工廠對人口密集度也有需求了，你是不是要集中住宅啊？城市產生虹吸效應，讓人口聚集，你對規劃也有新的需求了。那這個時候不會了嗎？這詞典裡面沒有這些範式跟語彙，那怎麼辦？所以包豪斯就從根兒上想說，那好，我們不要想做什麼樣的裝飾，我們想想說根本上它是需要什麼樣的功能呢？為什麼說形式服務於功能？其實這個時候有很多是人類面臨的新功能，但我們也面臨戰爭，戰爭會摧毀建築啊，會摧毀人類的生活，大家要重建。那重建你想想看，方盒子不是又快又好嗎？水泥、混凝土結構、鋼結構這些現代化工業生產的東西很快就能夠被大規模的應用。那現代主義弄得多了，你比如說你在東京啊、柏林啊，很多大城市你都有這樣的東西，就催生了一個名詞叫國際主義風格。這個詞是誰出來的？就拉出我們今天主角，就是 Philip Johnson。我認為他是現代主義跟後現代主義風格之間的一個承上啟下的一個人。Philip Johnson 其實最早先他不是幹建築，他是學歷史，然後他最早先去了 MoMA， 他去 MoMA 去做 curate 策展人，然後他跟一個叫希區柯克的一個歷史學家，他們倆策劃了一個展覽，就叫 International Style， 等於說他在20-30年代的時候把現代主義帶到美國來，所以那段時間 Philip Johnson 就跟密斯是非常親密的關係，密斯對他來說非常重要，他信奉密斯，甚至表達說密斯是我精神的父親。Philip Johnson 就是最早先是強力的現代主義擁躉。那麼講兩個他的建築，第一個是他建了一個自宅叫玻璃屋，玻璃屋完全就是一個致敬 Farnsworth House， 就是密斯造了一個玻璃屋，所以他的那個 Glass House 呢也是極簡，比密斯那個還極簡，極簡到它只有一個方盒子，中間有一個圓柱是一個壁爐，以這個壁爐為輻射中心，放了客廳啊、書房呀、裡邊的家具啊，全都是非常克制的。你能感覺到他對現代主義的那種興奮啊，非常徹底啊！就那個房子要極簡到看不見空調，看不見暖通設備，他在遠處建了一個小房子，他把所有不想看到的東西都裝在裡邊，從地下連管子過來。再往後呢，他就跟 Mies van der Rohe 合作做了一個叫 Seagram Building， 那個大廈就是你今天看完全就是鶴立雞群的感覺，就是周圍的東西，你哪怕現在最有名的建築師做的設計，絕對不如密斯那個時候造的東西那個精神，那個金屬柱子跟幕牆那種語言非常的乾淨精確，沒有任何多餘東西。你就現在看到它那個大堂，一個玻璃盒子中間兩條合金筒，那種通透那種齒落，你還是很感動。現代主義極簡，少就是多，這到頂了。這個時候已經來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 Johnson 做完這個項目以後，他就開始反思，因為60年代你要理解就是廣告啊、電視啊，大量的信息，包括 Andy Warhol 啊這種非常實踐性的藝術家，開始大量的在社會上湧現，這種娛樂至上啊、消費主義開始慢慢萌發的時候，我把我的腳放在他的鞋子裡，我來理解就是老子玩到頭了。所以這個時候 Philip Johnson 毅然決然的變成了一個後現代主義旗手，徹底摒棄了 Less is more， 他開始信奉文丘里提出的一個觀點叫 Less is more。Johnson 也是面臨了很多質疑啊，面臨了很多挑戰。這個時候我就要引出我們今天這個金句了，一句話來概括強森，就是他自己說我是個妓女，但他後面還有一句話，就是 I'm paid well。你要理解建築行業是一個服務的行業，你是該怎麼樣去滿足一個需求或去實現一個價值，這是一個方向。另一個方向其實是反叛，其實它像一個宣言。所以任何創新行業的發展裡邊，批判性是最有價值的。但他用這麼辛辣、露骨，能夠讓人產生劇烈刺激的一句話來點醒你，講講他最有代表性的建築 AT&T 大樓。你簡單來說，它的立面跟那個時代那種玻璃盒
盒子呀、竖條的极简的一點都不一樣。他做了一个像大衣櫃一樣的大樓，這大樓建的就是這種現代的技術、古典的形式，但古典的形式它又不遵循比例，也不遵循範式，它完全就是抽離，用一個專業名詞叫戲仿啊。戲仿就是有點像什麼周星馳的那個電影，你比如說《大內密探零零發》，《大內密探》是古代事兒，《零零發》又是美國好萊塢電影的東西，他把這兩個摻一起了。你看到沒？為什麼周星馳老是被說是後現代？其實他就是在對抗這個範式。拍電影真的就要一本正經的嗎？你真的就是要有一個敘事邏輯，或者你鏡頭語言必須是這樣的嗎？周星馳這裡頭全沒有，他就是後現代對於範式、對於固定套路的反叛。其實現代主義到國際主義，它就是出現了範式，這個東西就該這麼造。你的形式不追隨功能，你就是有罪的。後現代時期，從文丘里寫一本書叫《矛盾性和複雜性》，還有一本書叫《向拉斯維加斯學習》。這兩本書其實掀起了一段新的建築實踐的序幕。簡單來理解，就是後現代主義是砸破邊框的一塊石頭。後現代時期就是這個邊框被砸完了以後發生的事情。後現代主義它是一個節點，它最核心的問題是，從今天開始，你不要按照前面的思維方式慣性的去考慮這個問題。這個思考其實你回到文丘里身上，文丘里做的在教科書上出現的項目只有一個，就是母親宅。那房子蓋的就奇怪，一個房子的山牆，然後前面有各種各樣構成的細節，屋裡的樓梯，它那就是個樓梯的樣式啊，窗戶也很奇怪。然後我念書的時候就覺得這東西跟少就是多差遠了，看也看不明白。後來你慢慢成熟了嘛，你知道說啊，這建築歷史怎麼一步一步發展。這節骨眼它有這個東西，它其實就是反叛。掀桌子的過程，你可以理解它是一個後現代主義運動，讓大家瘋狂的反思。那時候還有天鵝大廈，離我們邁阿密很近，現在還在呢。那個樓建的像個金字塔一樣，然後4個角放了4個大天鵝。你相信 McGrath 做魔幻現實主義？你說這種讓我想到，不是在中國有很多這種建築嗎？福祿壽絕對是典型的後現代主義建築。但是這種你看，我們放在談論建築的語境裡面，這些往往都是被當做一些笑柄的。普羅米修斯給你火，他也沒教你發電，你怎麼就發展到今天？後現代就是拍你腦袋一下，說嘿，別再這麼想了，你換個思路看看。但福祿壽有一個問題是，它出現的有點晚了，就是我們都已經想明白，不是這事大家都懂了，這道理就不要再照範式來了，也開始慢慢建立一些在後現代主義之後的審美和價值觀了。它嘣兒跳出來一個三老頭的大樓，你就費解。但是這裡面有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你要有審美優越感？你不要小看福祿壽，福祿壽跟鳥巢是一種方法造出來的。文丘里講說，可以理解，就後現代建築有兩種，一種叫鴨子，它有個範例，就是在那個拉斯維加斯的路邊有一個房子蓋的跟一個鴨子一模一樣。這方法你看，從鴨子到鳥巢，它已經進步多少了？鳥巢建得很漂亮啊，拿那大鋼梁編出一個像鳥窩一樣的東西，那多酷啊！但是你回到根上來，它是不是就是一個超級大的符號？還有一種叫棚子，在那棚子上頭放很多廣告牌啊，放很多信息啊。水立方不就是個方盒子，上面放了很多水泡，用的那個充氣膜結構做的，太酷了。但是你解構它，理解它就是個棚子。所以你看大衣櫃大樓，在那個時候你覺得不好看，但是不是催生了很多好看的？所以 Philip Johnson 就在回答你的問題。建築師要搞清楚這個道理哦，我們是提供服務的人，我們不是傳經布道的人。不要讓任何人去興奮你的道理，而是去滿足他們的需求和慾望。所以最高級的建築就是慾望和精神組合好了。比如說 LV 基金會，人類財富積累的頂端了吧？富蘭克蓋里來了，像風帆一樣特別動態的那種建築，是不是它有它結構主義的道理？你有你向世界昭示你財富的慾望。你可以現在分析所有建築都是財富和技術的完美結合。Johnson 我覺得他可能是一個時代的開創者，所有建築師都得從他手上過，有點像什麼？像教父。我太太之前研究生畢業第一份工作跟 Terry Riley， 這個人是 Philip Johnson 後一任的摩馬的 Architecture Department 的館長。他有一天去 Terry 的辦公室，看到一張合照，他就很納悶，怎麼什麼人都有？扎哈蒂呀、魏延武、什麼赫爾澤格、德梅隆，你只要能念得上來的明星設計師，一張照片照全乎了。然後他就在一片人中間的 C 位找到一個戴圓眼鏡
的人 Johnson。再往後这些人活躍的国際建築實踐都是以這個 MoMA 作為信息釋放的一個源頭來組織的，所以 Curator 建築師最頂級的這個發跡源頭吧，可以這麼理解。就像你說之前提到，我们現在都是處於一個所謂的後現代時期，這扇門打開以後呢，就是五花八門，你可以所有東西都進來，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其實我們也看不到更新的東西了？你可能看不到大一統的新的東西，通用的認知多半來自於一個強大的知識通過單一的管道傳輸到你這裡。現在這個時代可能我覺得很難再回到那個狀態，所以像原來藝術也好，建築也好，一個大時代不會再有了，而是短平快的爆發。你比如說日本在看環保木構，在看文化建築，中國在看高效率的快速或者是有我們精神代表力的建築，印度、歐洲、美國、南美，就每個地方都有各種各樣的設計實踐。你就看土壤吧，你美國硅谷計算機那麼發達，後來大家就研究怎麼用數字做建築啊，工具也多樣了，知識傳播多樣了，範式沒有了。你現在唯一克服的就是物理，你唯一能約束的就剩物理了，別的東西天馬行空，你造什麼樣都有。這個時候也就有一個回靠，就是如果你造什麼樣都可以，那什麼才是對的，什麼才是好的。Philip Johnson 有沒有得過普利茲克獎？他是普利茲克獎立這個獎第一個得獎的人。是他自己立的嗎？他是不是自己立的我倒不確定，但是他肯定跟那個巨大的勢力有非常強的關係，這是肯定的。